印军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部署上百枚弹道导弹，意欲何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印度高级国防消息人士透露，印军将购置约120枚普拉雷短程弹道导弹，并且会部署到临近中印边境地区。据悉，普拉雷是一种射程150到500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它采用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弹头重500公斤，可以实现原概率误差10米的命中精度。从外形上看，普拉雷是一种采用陆地机动方式发射的带有弹翼的弹道导弹，因此被认为可以匹敌中国的 M20、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和美国的精确打击导弹的一种新型武器。由于印军没有专职的弹道导弹部队，普拉雷被先行分配给了印度空军。但是印军的长远目标是像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火箭军。看到印度军队要发展短程弹道导弹对付中国，很多网友认为这是关公门前舞大刀，不自量力。的确，印度军队的这种最大射程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在面对中国数量庞大的战术导弹时完全不够看，甚至不见得能够对付得了中国研发的射程在400公里以上的远程火箭炮。其实我们要学会从印度人的角度来理解印军的武器装备发展战略，而研制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对印度而言可能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首先，在与中国日益紧张的边境地区，印军可能会因为战力不足而导致失败。面临这样的战略危势态势，印度非常需要用地对地导弹力量来平衡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优势。印军依靠战斗机、无人机、远程火炮、地面装甲部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解放军形成威胁的选择非常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优势。而战术型的地对地弹道导弹，由于具备射程较远、威力较大、飞行速度较快、攻击精度较高、隐蔽性较好、对体系作战依赖度较低、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较强等一系列的优点，变成了印军的一种面对解放军时相对有效的攻击性武器。当然，弹道导弹的制造成本会非常高，印度的军工企业是否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量产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次，印度军队需要一款既能够先发制人，又可以后发制人的远程打击手段，这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说实话，印度军队在明面上所部署的军用机场、固定阵地、装甲集群等等，一旦与解放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都可能被一波打残。因为解放军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对战术的灵活运用能力以及火力打击的强度远超印军，而且我军的火力配置层次多，选项丰富，你也可以理解为体系作战力量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印军需要一种能在解放军第一波打击下生存下来的作战力量。那么射程较远，可以部署在后方的弹道导弹就成了非常合适的选择。最后，从长远的角度看，印度军队想组建一支非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攻击力量，即成立有一定规模的火箭军。现在印度列装的弹道导弹的数量非常少，主要是以核威慑为主，但是这种武器在面对中国这样的核大国时根本就不管用，也不敢用。所以能够携带普通弹头的普拉雷短程弹道导弹就成为了印度军队发展常规弹道导弹的选项和开端。对于印度发展短程弹道导弹的意义，印度前陆军参谋长表示，未来战争最重要的是集中火力，而不是平台。发展能够攻击对方指挥控制中心、后勤枢纽、机场和通讯节点等目标非常重要。印度军队在未来冲突的开始阶段可能无法依赖空中支援，而精确防区外武器对于实现进攻和防御作战至关重要。印度计划建立火箭军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入侵行动正在走向失败。面对解放军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基建工程的逐步完成，印度军队已经难以对中国采取有效的骚扰活动，不得不另寻其他的办法，以便能在谈判桌上占一点便宜。
总体而言，我们不能以中印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印军发展短程弹道导弹的努力，因为这对印军而言是当前其军事建设最合理的选择之一。接下来，印度为了圆其大国梦，可能会挑起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导弹军备竞赛，这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